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亚马逊电子书的定价策略。我非常开心的跟大家说一声，就是其实我的书在前2天卖出去了两本。我们会发现我这个电子书它一共卖出去2本，一本是ebook， 一本是 KU。 有人问我 KU 的问题，后面我都会一并解决。最重要的是它2本都出在德国，我本来是挂在美国的。这个也不多讲吧。总之就是我想说的结论就是，其实我肯定没有赚回来我的工具的钱，可是我却踩了一堆坑。跟大家先说一下这个坑在哪儿。我们先看一下这个 1.26 的构成吧，就是我的 ebook 是 0.94， 我们记住 0.94 这个数字。然后还有一个 KENP 就是如果你是亚马逊 KU 的会员，你可以1个月免费借阅8到4次，多少次我忘记了，因为原来我是，然后中国取消了之后我就不是了。所以如果你借阅的话，你参与了这个计划，它是可以直接免费拿到这本书，但是亚马逊会给你的版权费，只是它比较少。我们看一下，它才是 0.32 嘛，可是它的受众很广，全球都可以的。所以就是说，如果你对你的书稍微没有那么大的信心，我还是比较建议加入 KU 的旱涝保收吧。虽然这个我们不要计算这个成本，因为你算起来这个成本就没完没了了嘛。我们先看这个 0.94， 这个 0.94 其实我跟大家说，我知道了之后我是很无语的，因为我印象非常的深刻。我当时是我想选择我价格的 70% 的版权费用。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当时的定价策略，就是 70% 的版权收入不就应该是 4.99 乘以 70%， 我应该得到 3.49， 对不对？所以我看到 0.94 的时候，我整个人是懵掉的。然后呢 35% 的收入我应该得到的是1.74，我2个都没有得到。我就翻了很多资料之后，我就去查为什么，最后我才发现了一件事情。 70% 的版权收入的话，你要减去你的配送费。你就会问啊，不对啊，我电子书为什么会有配送费？有，你电子书的大小决定了你的配送费。当时我这本电子书全都是画册，当时选的高清，我就担心它会不会出现问题，所以我就选了很多高清，然后我也没有去处理压缩它。我当时的感觉就是，如果打印的时候效果不好，大家会不会不买？现在就觉得我都想多了。 4.99 乘以 0.7 3.45 我以为的收入，可是因为我的文件太大了， 24.79兆，要减去我的那个配送费 3.72， 我们看一下，它直接吃掉了我的所有营收，基本上我才得 0.77， 就是如果要这样算下来嘛。然后如果你选择 35% 的版权收入的话，其实你得到的是 1.74。 我真的是算完了之后，我就瞬间把我那个版权费从 70% 改成了 35%， 因为主要原因就是它不是每兆然后就要收 0.15 的费用嘛，可是我上班我又没有时间去改它那个大小，估计还是要周末的时候去弄它，我就马上改了。就是我只能说一把辛酸泪吧，大家不要看着说 70% 很爽，但是就是买的没有卖的精。所以在周末的时候，我就赶紧去解决了一下我现在电子书的 size 过大的问题。主要有4种办法，我都打在屏幕上了，大家可以仔细的去看一下。我给大家主要还是说要压缩你的图片，然后合理使用图片的格式。其次最后的时候，你的书超大，你最好要压缩整本文件。最后如果说你是画册的话，其实分开2册也会更好，而且还2册的话有个好处就是你可以打折，2个一起捆绑售卖，这个可能在后面我会再提及吧。但是暂时的话，你先把这个问题解决掉嘛。所以最后一部分我会给大家总结一下如何选择最合适的版税。总结的话就是，如果你的书文件超大，比如超过10兆，就选择35% 版税。但如果你的文件是小于10兆的话，选择70版税。如果我们选择 70% 版税的定价范围的话，它是有一个很严格的区间的，就是 2.99 到 9.99 文件，而且要小于10兆哦。这样的话可能就是大众市场的话基本都能满足。所以就是说 2.99 和 4.99 是整个最受欢迎的区间，内容更深入的话，你就考虑到 4.99 到 7.99。
接近最高值的话，基本是在于8.99或者9.99，对于提供高价值的书籍来说，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这个就是整体的定价范围，因为这个定价取决于你书的价值。如果你的价格是少于2.99的话，你最好是用35%的版税。比如说，大家很多人订一本书可能就1.99，你都不需要犹豫了，直接是35%的版税就可以了。大家要记住一件事情，就是文件的大小是最重要的。整体上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些。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，请点赞订阅，并在评论区告诉我你的出版经历或者是问题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